俄罗斯特工入侵欧洲军事基地，北约兵棋推演爆出惊天猛料，只需 1.5 万兵力，俄罗斯就能进攻立陶宛。欧洲的情报机构发现，俄罗斯的特工正在欧洲各地炒房，买的还不是什么学区房、海景房，全都是紧挨着北约军事基地、潜艇港口和海底电缆登陆点的地段。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新一轮混合战争，这仅仅是开始。俄罗斯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进攻立陶宛。根据北约的爆料，只需 1.5 万兵力，俄军就能占领马里扬波勒。那么这些俄罗斯特工的目的是什么？北约兵棋推演结果又是如何实现的？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欧洲的情报官员发现，和俄罗斯有关联的神秘买家已经在至少10几个欧洲国家悄悄买下了大量的房地产。这些资产五花八门，有度假屋、废弃的学校、破旧的仓库、空旷的土地，甚至有土豪直接买下了整座岛屿。这些房子的位置全部是紧贴着北约的潜艇基地、主要军事设施、海底电缆登陆点，还有交通枢纽和能源网络。这是在北约眼皮子底下搞花活。来自3个不同欧洲国家的情报官员透露，他们严重怀疑这些民房和仓库已经被俄罗斯改造成了观察哨、安全屋，甚至里面已经塞满了无人机、爆炸物和军火武器。如果局势彻底崩盘，那些早就潜伏在欧洲的卧底特工就能立刻把这些据点激活。其实这种套路俄罗斯早就玩过了，芬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前几年，芬兰当局盯上了一家叫埃里斯托恩·赫尔米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个俄罗斯人，他们在芬兰悄摸摸地买了10基处房产，全部在芬兰极其关键的海上航线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旁边。2018年的时候，芬兰特警全副武装对这家公司名下的一座岛屿发起了突袭，岛上建了多个大型码头、直升机停机坪、军用级别的通信设备，甚至还有一排排长得像军营一样的建筑，就差在门口挂个俄军秘密前哨站的牌子。虽然最后芬兰用经济诈骗的罪名把那个老板给办了，既然都知道俄罗斯在搞鬼，欧洲为什么不管？火力军只能说，欧洲那些政客制定的法律框架到处都是漏洞。直到现在，包括英国、挪威、瑞典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依然允许俄罗斯的投资者利用各种空壳公司和离岸账户去收购那些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地产。你总不能因为一个俄罗斯大妈在你们海军基地旁边买了个小木屋养老，就派特警去把人家门给踹了吧？这也就导致了现在欧洲的安全部门看着满地图的红点干瞪眼没办法。并且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买房只是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冰山一角。自乌俄战争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搞那些见不得光的小动作。混合战争就是把行动的烈度控制在公开军事冲突的门槛之下，在战与不战之间疯狂试探。俄罗斯这样干的目的就是把北约第5条例摸明白，如果派轰炸机去炸你的发电厂，那是宣战，北约所有国家必须按照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跟我死磕到底。但如果我花几千欧元在网上雇几个当地的小混混去把你的变电站给烧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就拿这几年的事来说，2024年11月，连接芬兰和德国的 C-LAN1 海底通信电缆，以及连接立陶宛和瑞典的 BCS 东西向电路，双双被人蓄意切断。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谁干的，但就是拿不出实锤证据。纵火案更是满天飞，从英国、波兰到德国、立陶宛，针对商业设施和后勤仓库的火灾就没断过。2024年5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一家宜家商场被人一把火给烧了。立陶宛检方直接把这事定性为俄罗斯情报机构策划的恐怖破坏活动，但俄罗斯那边两手一摊，你说是就是啊，证据呢？这种死不认账的策略，让北约在想要启动第5条的时候，根本无法达成一致的共识。谁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商场被烧，就去跟一个拥有几千枚核弹的国家开战。在天空上，俄罗斯的电子战部队也没闲着，频繁干扰波罗的海和东欧上空的 GPS 信号，搞得民航客机天天迷路。2025年9月，冯德莱恩坐的飞机在飞越保加利亚领空时，都疑似遭到了俄罗斯电子战部队的干扰。在政治上，俄罗斯更是花钱如流水，什么非法金融手段、社交媒体机器人、AI 深度伪造，能用上的全用。2024年夏天，捷克情报部门抓了个现行，查出一个由俄罗斯寡头掏钱的网络，专门给欧盟国家的政客塞黑钱，让他们在欧洲议会选举前疯狂带节奏，散布反乌克兰言论。罗马尼亚大选的时候，俄罗斯更是砸了几百万欧元，搞了几十万个 TK 机器人账号，给一个亲俄候选人刷成了顶流。可以说，截至2026年2月，俄罗斯对欧洲的混合战争已经从早期的键盘侠互喷升级成了网络攻击、金融渗透、物理破坏3位一体的立体战。核心目的就是在不触发北约常规军事报复的前提下，骚扰欧洲，降低北约的底线。事实证明还是有效果的，北约的兵棋推演就说明了这一点。
每日邮报报道，一帮前北约和德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兵棋推演，模拟普京突然下令动用15000名士兵对立陶宛的马里扬波勒市发起闪电战。结果很遗憾，如果北约稍微犹豫那么一下，普京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拿下这座城市。参与推演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俄罗斯不仅有这个胆子，而且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的12个月内发动这场行动。在模拟剧本里，俄罗斯装甲车过境，美国拒绝援引北约第5条例，波兰倒是挺仗义，马上开始动员部队。但发现大哥美国不动，波兰也决定按兵不动。德国则是极其谨慎，不敢下令开火。俄罗斯根本不需要把全国的部队都拉过来，他们只需要在白俄罗斯和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好火箭炮、远程火炮和无人机，在这个区域建立火控优势。谁敢来支援立陶宛就炸谁。只要把北约的增援部队拦在外面，这1.5万人拿下马里扬波勒就是探囊取物。另一位参与演习的波兰安全分析师巴特沃米耶科特表示，面对俄罗斯的挑衅，北约高层的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把俄军打回去，而是在研究怎么降级冲突，怎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绥靖政策跟2战前夕如出一辙。面对这种残酷的推演结果，最慌的当然是立陶宛自己，所以开始疯狂加强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防御，在边境线上疯狂修碉堡、挖反坦克壕，甚至直接掀桌子，宣布退出渥太华公约，主打一个谁也别想好过。总的来说，欧洲现在面临的局势极其凶险。俄罗斯混合战争已经在欧洲全面铺开，俄罗斯的特工已经在欧洲军事基地附近囤炸药，黑客也蓄势待发。北约这边一场兵棋推演，把内部的问题暴露无遗。美国不想下场，德国犹豫不决，波兰独木难支。如果俄罗斯真的用1.5万兵力对立陶宛发起一次压力测试，结果如何还说不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什么时候会行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